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未来能够在哪个行业当中赚到钱，或者说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它需要你们自身，它有着怎样的这种属性，它需要你们自身具备怎样的能力，包括你们未来的这种职业发展和职业规划都会在这组占卜当中有所涉及。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么首先呢，在这组牌面上呢，每一张牌呢，它看起来是独立的，但是呢，彼此之间又会有一些联系。就是说，这组牌面上面涉及到的不同的行业，可能是未来的你们会有一个跨行业、跨领域的这样的一种职业发展方向上的转变。首先，第一张牌Achievement，就是你们未来从事的行业呢，它是需要你们拥有很多的证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材料或者说证书。就是说这个行业它可能需要你们用这些证书来取得信任，或者说它是有着极高的门槛的，它需要你们取得一定的这种学历认证才能够从事的行业，有着很严格的规则等级制度。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这张牌也对应的是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是比较擅长考试的，或者说你们的这个行业它需要你们不断的通过竞争测试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它会涉及到的行业呢，或者说这张牌它涉及到的领域会有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者说律师、医生都会和这张牌有关。因为你们的职业本身需要很多的证书，或者说你们必须要去证明自己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啊，在应试教育当中，你们必须是一个佼佼者，才能够胜任的工作。或者说你们的这种高学历，它会对你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而且呢 achievement 它对应的也是你们的这个工作，它是属于那种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往上爬，厚积薄发，越老越吃香的行业。然后第二张牌呢是 manipulation， 这张牌呢对应的是你们未来的行业，它需要你们具有一定的这种管理的能力，团队运营、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可能需要就是你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是往管理岗位、决策岗位上去走的。一开始你们可能是负责某个具体的业务，但是呢，这是为你们未来往管理决策岗发展的一个过渡。也就是说，我觉得这张牌对应的是你们未来职业发展的路径，可能会在一个职场当中，通过不断的晋升，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提升自己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来成为一个管理者、决策者。或者说你们未来的这种职业发展会成为一个大型组织和企业当中的中高层领导，这就是你们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这说明你们自身有着很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错的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还有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掌控的能力。而且呢 manipulation 它涉及到的这种人员的管理，可能说是和你们的学业有某种关系的，因为你们是往那种管理岗、决策岗位上去走的，所以说你们可能会有着一些商科的背景，有过一些从商的这种经历啊，自己做生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提炼出很强的这种就是会锻炼出自己的一种很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第三张牌是 idea， 这张牌显示的是你们未来的发展路径啊，可能还会和运营、策划有关，因为你们是这张牌呢，我觉得它展示出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们靠出售自己的想法、思维，或者说把自己的想法和思维具象化，把它变成一个标准的流程，然后把这个流程打包卖给别人，
可能是某种商业咨询服务，或者说某种商业策划、展会策划、活动策划，你们具有很强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能够把一些事情流程化、标准化，然后你们可能也会依靠自己自身的一些想法来赚取到财富，给别人出谋划策，提供一些指引建议来收取到报酬。所以我觉得这3张牌如果说结合到一起来看的话，你们未来的发展呢，或者说你们完成资本积累的方式，就是首先在一个组织和集团当中一点点的晋升，成为一个中高管，然后在一个平台上不断的去积累自己的人脉和资源。接下来的你们可能会自己去创业，在一个细分领域当中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接下来这3张宇宙神谕卡呢，它也暗示了你们未来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行业。第一张牌就是 Venus 金星呢，它代表的是爱，代表的是美，尤其金星它对应的这个行业呢，会涉足到医美行业、医疗行业，或者说美妆只要是能够让人变美的行业，你们都会涉及到。而且这个能够让人变美的这个行业，它本身是有着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市场和成长空间的。只要你们在这个方向上持续的去深耕，就一定能够赚到第一桶金，实现原始的资本积累。而且呢，这张牌也对应的是你们自身从事的行业需要你们有着很强的审美、很高级的品味，可能还会需要你们具备一些设计和创造的功底。第2张牌呢是 Saturn Truth 土星，它带来的是一种真相。我觉得它映射到的行业呢，可能会是商业咨询行业、商业咨询领域。因为商业咨询呢，本身它就是在提供一件事情的本质和真相，不断的剖析、抽丝剥茧，然后简化出一套模型，去优化企业组织的运行效率。当然，这张牌土星它带来的这种，可能还会涉及到某种科研行业，具有很强的科技属性的行业，因为它是和真相有关的，就是你们会探索这个世界上的真理，甚至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哲学，就相当于是你们从事的这个行业是所有行业皇冠上的明珠，你们会探寻到一些事物的究极本质，研究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发掘这个世界的真相。还有可能会涉及到玄学和宗教，因为我觉得这些学科它都是致力于探究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和真相的行业。土星呢，它本身是有着一种业力的吧，就是说你们做的这个行业它自身会有一点沉重，可能会有点消耗你们。要么就是这个行业会让你们背负很大的社会责任，需要你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够从事，可能还会和某种司法机构有关，就是你们的工作是需要你们去维护这个世界上的运行的法则和正义可能会涉及到法律司法机构这种类型的工作。然后第3张牌呢是 Pisces I Believe， 双鱼座它带来的是一种理想主义就是说你们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需要有一种很强烈的信念，甚至是信仰。你们需要穿越那些激烈的竞争和自我审视，不断的革新和完善自己，持续的学习。它还需要你们自身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感情，就是你们在做一件事情，在发展自己的过程当中，你们有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和理想，你们最终才能够实现常人难以取得的成就。就双鱼座它本身是一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你们必须要具备这种精神，才能够在职业发展上面取得常人不易取得的成就。我觉得可能是未来的你们会在一个非常保守的环境当中引入一种非常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做法，去为这个行业带来一些变革。也就是说，在一个行业当中，你们的一些理念和想法都是非常超前的，你们甚至能够改变一个行业的格局。通过不断的探索新的东西、新的理念，你们会成为一个开拓者、创新者，一个逆流而上，一个能够带来颠覆性变化的这样的一种改革者。
在你们职业发展的前期，可能会经历一个比较暗淡的阶段，就是不被理解、不被认可，在黑暗当中没有罗盘和地图的指引，一个人摸索着往前走。但是当你们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你们的职业发展就会豁然开朗，你们的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会被这个世界所接纳。所以说你们可能会在黑暗当中孤独的战斗很久啊，这种孤独它会赋予你们一种忧郁的气质，让你们自身具备一种无与伦比的自律、自我要求和自我审视。而大部分人都会，他们的这种职业发展可能会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但是你们的这种自律、自我要求和忍受孤独的能力啊，能够让你们在夜空当中像恒星一样持续的发光发亮。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么抽到这组牌的话呢，每一张牌看起来给到的信息是独立的，但是呢，这些独立的信息又会有一条线索把它们都串联起来，所以说需要我们在这组牌面里边把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像拼图一样一块块的拼接起来。那么第一张牌就是 mask，一个面具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你们在未来涉及到的这个行业发展当中啊，你们要扮演一个角色，去戴上一个人格面具。这意味的是你们未来从事的行业会涉及到表演行业、戏剧行业，或者说某种抛头露面的工作，比如说自媒体啊、直播啊、公众人物啊、娱乐圈里边的这样的一个明星啊、主持人，你们自然会受到很多的关注。站在舞台的中心，会连接到很多人的能量，会有很多人认识到你们。你们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依靠自己的人设，依靠自己的 IP 去变现的，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边。然后第二张牌是 Confession 啊，这张牌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你们未来的行业呢 ，Confession 它代表的是一种坦白。我觉得你们可能会知道很多人的秘密，有很多人会向你们去坦白他们的心事。有一点像是这种心理咨询，或者说某种宗教啊玄学的领域，或者说会涉及到能量疗愈，你们能够接触到别人内心当中最隐秘的那一面。就是你们自己的话呢，可能会有点像是一个树洞啊，或者说神父，去倾听别人，给出意见帮助。你们拥有能够看透人心的能力，或者说你们有能力能够疗愈和帮助别人度过难关。然后第三张牌呢 Recognition， 高认知啊，这张牌它代表的一种很关键的能力，就是一种非常高的认知能力，能够在一个非常高的格局和角度去看到一些事情发展的本质。这就是你们自身所具备的能力，而你们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它也需要你们拥有这种能力，需要你们拥有很高的认知或者说学历。可能说你们未来从事的这个行业和工作，它需要有极高的认证标准和门槛，可能会涉及到这种研究型的学者啊、大学老师啊、科研型的人才。而且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应该会接受到很高等的教育，甚至有可能会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一部分人会有出国留学的经历。然后在这种中西思维的碰撞当中，你们自身有着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它是思维型的工作，以智取胜，灵活应变，会很费脑子，需要大量的思考，很强的总结能力，不断的学习总结提升。在别人看来很轻松，好像什么都不用干就能赚到钱，但是只有你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耗费大量的心智。抽到这组牌的话，我觉得你们是很早熟的，就是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成熟很多，在很小的时候就会想一些成年人才会思考的事情。而且你们的工作它需要你们自身拥有极高的综合能力吧，就是你们各行各业各种能力都需要具备，什么都会一点。而且你们的工作也会让你们接触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来自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所以说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高认知它是由于你们的工作性质，能够让你们接触到这个世界的来自于不同的各行各业的人，或者说全世界各地的人。那么你们自身通过这样的一种
方式的话，会让你们整个人变得极具包容性，能够接纳不同的观点想法，你们也能够接触到非常多的人。这组牌我觉得它会涉及到比较多的行业，或者说这些行业呢，你们未来从事的行业，它会是这些行业当中或者说具备的这种职业属性里边的一个交集，就是有一个行业能够概括容纳我们这组牌所涉及到的这种工作属性。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几张牌呢，宇宙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冥王星带来的 transformation。因为这组牌它涉及到很多的行业啊，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个冥王星的话，你们的风格呢会很多变、复杂、不可被定义。你们可能在人生当中会尝试不同的行业，每尝试一个行业，你们都会换一种身份，对于你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经历。你们在职业发展上会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转变，可能会经历一个事业的低谷和混沌，然后呢会用一种全新的形态去展示给世界，会完成一种自我进化。然后第二张牌是 Second House Owning 啊，这张牌呢，我觉得你们积累财富的方式，或者说财富跃迁的方式，很有可能是通过购买某种具有金融属性的产品，比如说房地产，把自己赚到的钱沉淀下来，通过自己赚到的第一桶金买到一个能够持续升值的房产，随着这个房产的升值，它会让你们有一种财富阶级的跨越。然后第二宫它会涉及到房地产的相关业务啊，可能是你们从事的是这种房地产上下游的工作，通过房地产来实现这种资产的保值甚至是升值。可能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还有着某种收藏的爱好，你们很擅长于投资和收藏，你们投资和收藏的项目物品有很大的升值的潜力和空间，你们有一种慧眼识珠的能力，能够看到那些被低估的宝藏，然后提前买下来，等待它们慢慢的升值。在投资、金融、收藏领域都会有一定的天赋和建树，对于金钱的能量会很敏感啊，善于打理财产，是一个生产者，能够通过合理的配置财富，实现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第三张牌呢是 Water Element Sensing 啊，它是一种很强烈的情绪感知能力。你们会利用自己的情绪波动，利用情绪波动产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从事某种艺术创造类的工作，可能会有自己的一种业余的爱好吧，利用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创造出美轮美奂的作品，可能是图像类的，比如说摄影、电影、绘画这类型的艺术品，也有可能是思维类的、文学类的，比如说作家、文学创作者、导演、编剧都有可能。无论你们会用一种怎样的方式，具有创造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展示自己，它都需要你们自身拥有非常强的这种感知能力吧，对于情绪的感知能力。而这种极强的、非常敏锐的情绪感知能力，能够让你们拥有一种创造力。你们会利用自身创造出来的作品，把这种作品分享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体现出一种利他主义和利他精神。你们在分享作品的过程当中会造福一方，很多人会通过你们分享出来的这种有创造力、有生命力的作品得到疗愈、指引和帮助，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找到自己人生的使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那么首先在我们这组牌面当中呢，每一张牌它给到的信息都是独立的，但是这些看起来独立的信息又会有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把它们都串联起来，这需要我们去把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像拼图一样一块块的拼接起来。
那么首先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牌就是 isolation。isolation 这张牌，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不喜欢被约束，不喜欢在这样的一种规则、束缚和限制当中去工作的。你们是那种喜欢一个人单打独斗的类型，所以说你们的工作它必然不是循规蹈矩、朝九晚五，而更像是那种自由职业者、创业者，一个人相当于一个团队，身兼多职又多才多艺。而且你们的工作可能对于个人的空间环境有着很高的要求，你们不喜欢被打扰啊，喜欢一个人独立完成工作，有着非常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二张牌呢是 Bridge 这张牌呢，它代表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啊。牌面当中呢，就是两个人啊，它就像一个就是被一种能量所连接到一起。就是说，你们未来的工作它是会涉及到这种人与人之间连接的这么一个过程的。那么这张牌呢，我觉得可能你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赚取到财富的方式，就是通过信息差，或者说你们本身的能力，你们能够构建一个这种携带着信息的，或者说传输信息的桥梁。它是有着一种交换信息的功能的，或者说有某种有壁垒的贸易活动，可能会涉及到跨境贸易、跨境电商。通过建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人与事物之间的连接，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连接，来创造价值。因为当连接被创造的时候，信息交换和生产的效率会被提高。然后第三张牌是 Stability。你们从事的这个行业和工作，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业，它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稳定性，它可以当成是你们一辈子的事业。而且你们的工作它本身是有着非常稳定的收益预期的。我觉得这种稳定呢，在某种层面上暗示着你们的工作它是通过利用你们的时间、经验和知识，还有劳动去换取报酬。它本身的属性很稳定，就是你们用一次自身的技能赚一次钱，这就暗示着你们并不是通过囤积某种商品去利用它的金融属性来赚取差价。你们可能会是一个手工艺者，或者说是通过自己特定的某种技能去赚钱的。这个工作属性它就有一点像是那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类型。特定的技能需要你们每天去练习，要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那么这张 Sun Spirit 太阳牌啊，就是你们的这种工作可能是要给别人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就是你们所处的这个行业能够带给别人一种正向的情绪和能量啊。太阳的话呢，它能够创造一种正向的能量、正向的情绪价值，而且太阳它象征的是某种无私的分享。就是你们未来会涉及到的行业，可能还会有这种慈善领域吧。就是你们自身会把自己所拥有的那部分有价值的东西，像太阳一样无私的传播、分享出去，照亮别人。可能有一部分人涉及到的行业会是某种公益组织啊，传播正能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呢，你们对于金钱有着非常客观的认知，你们既有对金钱的渴望，也拥有能够放下一切的魄力。就这组牌的你们不会被金钱所拖累，你们只是把金钱看作是实现你们自身目的和想法的一种工具。然后第二张牌呢是 The Body。某种形体方面的行业，涉及到个人形体、个人形象的行业，可能说你们未来的行业，它需要你们自身拥有很好的气质，或者说需要靠脸吃饭，或者说你们的这个颜值会对你们未来的发展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它可能会涉及到瑜伽、健身行业、某种运动，或者说礼仪、舞蹈、艺术表演之类的行业。那么第三张牌是 Cancer I Feel， 它带来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共鸣。就是说你们未来的这个工作涉及到的行业呢，它需要你们自身有一种非常关键的能力，就是共情能力和换位思考的能力。你们能够感受到一些东西，能够感受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可能会涉及到某种心理服务的行业、咨询业，提供人文关怀和心理疗愈。
你们的这个工作，它需要你们自身有着极高的敏感度和辨识力，能够以很快的速度、深度去共情他人，能够以一种远比一般人快的速度，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心理状态之中，去理解、分析对方的内在状态。可能你们生来就拥有这样的一种洞察人心，并且治愈人心的力量。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的身边总是能够有一些困惑的求助者来向你们求助，而你们就是那个活得异常清醒又自由的人。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